好，那我们先开始来画叶子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首先来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，调一个画叶子的颜色。咱们这样子的这个颜色的画叶子，还是画我们比较常规的那种叶子。好，来我们用这个花青、藤黄加墨来画这个叶子，好不好？花青、藤黄，然后墨来画这个叶子，然后还要画嫩叶子。嫩叶咱们用三绿，也是藤黄，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朱标、胭脂，然后胭脂来画这个嫩叶。就是我们的叶子，就是老叶子和嫩叶子两种颜色的叶子去组合。然后叶子的话，我们要画出叶子的3个颜色的层次。那嫩叶子的颜色上一个层次，我们老叶子上一个层次。那我们还要画一些。好，我们先调一个画嫩叶子的颜色啊，藤黄、三绿，然后朱标还有胭脂。我们首先画一些嫩枝干、嫩叶啊、叶柄之类的，安排一下这个叶子在哪里。好，我们把笔洗一下，这支画嫩叶、嫩芽的这支笔，先把洗一下啊，把笔洗一下，笔肚里面要保持有一点水分的情况下，如果太干了肯定是画不了。好，咱们把这个调这个藤黄，调三绿，咱们先来画一下嫩枝干啊，藤黄、三绿。我们画嫩枝干的时候三绿多一点哈，画嫩芽的时候就是藤黄多一点。如果说我们画这个枝干的时候藤黄太多了，它会太艳了，会在整个画面会跳出来，明白吗？这个三绿藤黄把它调和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朱标哈，调一点朱标，笔尖上加一点点胭脂，好，我们画这个嫩枝干，你要看着这个花的朝向，这个花它有一点点朝这个左上，那你不能说你画一个枝干，你从这里出来，它就感觉有点怪了。你要沿着它的这个花的这个朝向去走，哪怕你还是想枝干往这边，在这个左边，你还是要这样子弯过来，你不能直接从这里长，一定要从花心往下顺着去长它，长出来，知道吧？好，大概在这个地方啊。好，我们这可以这样子长出来，稍微有一点点弯度，基本上画这个嫩枝干上下是一样粗啊。偶尔会有一点点哈，就是说这里画了小了一点点，这个没关系，你不要重复的去修改它，越修改可能会越不好。好，这是这一朵花的这个嫩枝干，我们先把它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再画它的叶柄啊，安排它的叶子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画牡丹，首先知道它的叶子怎么出来，是长在哪里，怎么出来，它叶子怎么长出来的，这个它的生长规则，它的这个三叉九顶是怎么出来的，这些咱们要搞清楚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藤黄啊，加点胭脂，好，这个笔上，然后我们画这个叶柄哈，来从这里可以长一组叶柄出来。好，你先这里在这个嫩枝干上先横着蹬一下啊，再出来。这样子就感觉它这样就长在上面的这种感觉，明白吗？看着是就像长在上面这种感觉。那这个嫩枝干这一趴有指不平的时候，你看这个指有折痕，这里就没有画上。但我们先不管它，因为有的时候，我们先画出来，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这个叶子从哪里长出来，怎么去安排它。实际上待会儿我们画叶子的时候，可能会有很多这个嫩枝干啊、叶柄啊会被这个叶子遮住的。
但是我们要为什么我每次教大家都要这么去画，就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它怎么长出来的。实际上我们以前正常自己画作品的时候，可能就先画一些叶子挡住的地方，把叶子先画出来，那样的话你们就不知道这个叶子怎么出来。所以我现在因为是在教大家，所以已经习惯了，我现在已经养成这种习惯，要先把它画出来，让大家看得清楚。好，这个叶柄出来，这个叶子哈，3叉9点哈，这里一叉，这里一叉，然后这一叉也可以往上啊，这一叉也可以往上。3叉9点，这个嫩叶柄出来的3个叉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，知道吧？但是叶柄这里出枝干的话，就是错开来生长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加点藤黄、3绿、竹标，还有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指。画这个叶柄的话，一定要指平哈。好，这里来一支，加点胭脂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些叶子，这里来一些叶子，再加点胭脂进来。好，也是画的特别慢，希望每位家人们都能看得清楚啊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再加点胭脂啊，这里再来一组。这里这一组我们先不生出来啊，待会儿我们看情况去加，看情况它在哪里我们再去加。然后我们先把这朵花上的叶子先画了，然后后面再安排后面的一层一层的去来哈，一层一层的去来。比如说这朵花，你看它朝这个右边的方向，它的嫩枝干肯定是从这里长出来的啊，从这里长出来。但是我们先把这个叶子，因为它在它的后面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一组的叶子先画了。因为这可能叶子有可能我们会画的伸出来，那就把这边的这个叶子呀、枝干也会有遮挡的这种关系，它就在后面的层次。我们先一层层的去画，这样子大家更清晰一些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一组上的叶子先加上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那这个叶子的话，刚刚跟大家有讲，这个叶子我们用这个，我就调在一个盘子里面啊，调在一个盘子里，用花青和藤黄。花青藤黄来画叶子，花青藤黄加墨，好，来加点水。好，把这个藤黄和花青把它调和，藤黄和花青调和。好，这个是花青加藤黄，它调好之后就变成一个绿色了。我说过，任何绿色和蓝色加墨都可以画叶子，大家不用去纠结这个叶子一定要是什么颜色，一定要跟我一样的颜色，不需要的，大家什么颜色都可以啊，蓝色、绿色，即使你画成这个红色叶子也没有关系啊。那是假如说你画这种变形的这种感觉，就是这种可以自己创作的这种感觉，画别的颜色啊，这个赭石颜色啊，这些都行。就是通常的话，我们就是绿色或者蓝色加墨。那我们调成这种绿色里面要加点墨进来，用这个笔尖去加墨，不要一下子，不然你直接往里倒墨可能会一下子加太多了。所以咱们就用这个笔尖去蘸一下啊，笔尖蘸一下墨加进来。
就你发现你墨加多了太黑了，就有点太黑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三绿啊藤黄加一点进来，三绿藤黄加一点进来。来蘸点墨啊，画老叶子的时候，笔肚是这个墨绿，笔尖蘸浓墨来画叶子。我们一组一组的去画啊，我们可以先把这一组放在最前面，先画这一组。好，这里画一组叶子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这个是一片叶子啊，一片叶子。然后笔上干了，我们再来蘸一点点这个墨绿啊，蘸一点墨绿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墨。像我在直播都画的特别慢，不管是画叶子还是画什么，都画的特别慢。每一笔我都让你们看清楚我这个用笔是怎么用的。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收获啊。好，这个是一组叶子啊。好，把这个花这里挨着花这个地方，把它这个整理一下，把这个花蹭出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去画的时候，这些很多都是已经被遮住了，已经挡住了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组的叶子怎么出来。来，还是蘸一点。这一组是从这里出来的啊。来，蘸点墨绿，蘸一点浓墨。好，我们可以让这个叶子往后掺，它有的时候穿插过去啊也是可以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把这个叶柄啊、嫩枝干啊露一些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画一点这个穿插的这种感觉进去啊，画一点穿插的这种感觉。它不是说是自然界，它不是说不可以这么插，有两片在这边，有一片在那边，它也是可以这么长的。就是我们让它有一些前后关系，有一点穿插的关系。好，再蘸一点墨啊，笔尖蘸一点墨。好，这里有一组啊，这一组我们可以画淡一点点啊，把笔去洗一下，蘸一点水，然后再蘸一点点墨，笔上有水，再蘸一点墨，这样子让这个叶子多一个层次。因为本身现在我们画的这个叶子是比较深一点，这个蘸了这个水，这个颜色还是很浓啊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这一组叶子我们是加了水的啊，实际上加了水比这一组要淡一点点。来，再蘸一下水，就是用笔尖在你洗水盘里，再用笔在这个洗水盘里这么去蘸一下就可以了。就你没有这个时候就没有蘸那个墨绿色。好，我们再蘸一点墨绿，蘸点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
再蘸一点墨，笔尖蘸一点墨。好，然后这上面的这2组，我们看一下它朝哪个方向去长。好，笔肚里面蘸墨绿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笔尖蘸一点墨。好，这笔我们想遮挡一点点，遮挡一点，我们加一点3绿进来，因为3绿有覆盖力。如果直接用这个花青它的颜色比较透，覆盖不了。你想覆盖这个花的话，可能覆盖不了。我们加点3绿。好，这里让它有一点点遮挡啊，有一点遮挡这种关系。好，我们再来笔尖去蘸一下水啊，跟刚刚一样，蘸一点水，在笔尖蘸一点墨，然后我们这里再来一组。叶子可以把花遮住啊，可以遮一下。有些你想画一下这个遮住的，可以遮的。看一下这个底下要不要来一些叶子。我们现在这一块啊，先不画叶子，我们先把这一朵的这个，先把这一朵的这个枝干先画一下。那然后这一朵的枝干，大家看一下这一朵的枝干，这朵枝干的花，你看它的朝向，花的朝向。它的花朝向是在这里，你这个枝干你就不能在这里长，你如果长在这里，你一个长在这里就会很奇怪了。你要沿着它的花心的一个朝向这样子啊，你看一下它规则上它可以怎么过来？你看它，你从这个花心，它的一个朝向是不是有一点右下呀？有点右下，你要沿着花心右下这里，然后你可以转到这里，它可以从这里出来。从这里出来，它才是正常的啊。
从这里出来才是正常，你不能从其他地方出来，你从这里出来，到时候就看着会有点怪啊。我们再画这一朵的这个嫩枝干哈，调点这个藤黄，调点三绿，调点藤黄，调点三绿，调一点这个珠。好，把这个嫩枝干先画上，来也是一样，从花心中间出来。好，长到这里来就差不多了啊，这个就长这么长，或者是你想更长一点也行啊，想更长一点也行，但是就长到这里来差不多，我们再加点胭脂，再长一点也行啊。好，长到这里来，让它再长一点，但是上下尽量要一样粗啊，上下要一样粗。我们蘸点藤黄、三绿、胭脂，这里可以画一点，像这一朵的话，它还没有完全开放的，咱们可以画一点点这个花萼。好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好，让它穿插的这种。好，笔尖蘸点胭脂，来画这个嫩枝干啊。不是啊，叶柄呢？叶柄看一下哪里，这个叶柄从哪里出来？蘸点藤黄，蘸点胭脂。啊，这里可以画一小组。这里来一组啊，这里来一组。那这边这一朵花可能就在后面，这个枝干有可能就根本就看不见了。那我们先把这一组上的叶子加上，这组上我们的叶子可以画成嫩叶啊，就是多一点这个，还是用这个三绿藤黄，加点珠标，加点胭脂去画这一组的叶子。它还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三叉九顶。那我们可以画小的组合，小的组合就是只画3片叶子啊，就是小组合，就是它还没有长出三叉九顶，就是长了3个叉，但是每个叉上就是1片叶子，不是每个叉不用每个叉画3片叶子。那你在画一组叶子的时候，你也要注意，一组叶子跳出来的这个情况下，你要注意它的这个，也要注意它的这个聚散关系，就是你有2片叶子可能近一点点啊，另外有1片叶子可能隔得远一点点，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会更好一些，就是要注意这个聚散多少的对比关系。我们在画都是在制造矛盾，然后我们再又去从矛盾中去让它给整个画面更协调。好，这里来一组，好，蘸一点三绿藤黄、珠标，蘸一点胭脂。然后这里画一组小的。再蘸点藤黄，蘸点三绿、珠标、胭脂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组小叶子啊，小嫩叶。蘸点水。
好，这个在后面啊。然后这边还是一样啊，里面可以来一些这个层次出来，还有一些叶子。那这里面可以来一点淡淡的层次，你多一点水，蘸一点胭脂啊，多一点水，蘸一点胭脂，让里面这掺插一些啊，掺插一些淡淡的嫩叶啊什么的都行。像这些缝隙啊，两个缝隙差不多的时候，两个缝隙差不多平均的时候，你也可以把它灭掉一下，用淡淡的这个颜色去灭掉一点，让这个里面密的地方让它更密一些。包括像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哈。好，密的地方让它更密一些。好，我们加一点这个叶柄啊。好，这也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叶柄啊。就是看有些地方能够让叶柄露出来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进来。好，这一组叶子的话，基本上先画这么多，待会儿需要再加的话，我们再去加，好不好？然后后面这一朵哈，后面这一朵的枝干基本上就看不见了，可以有一条老枝干出来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老枝干长在哪里，比较好。看一下怎么长老枝干，我们规划一下啊，规划一下怎么长老枝干。其实这样画叶子，每一片叶子画的什么位置，这个嫩枝干在哪里，其实画这个是特别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特别是想学习的朋友，就是一定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每个叶子怎么去安排它的疏密关系、颜色的层次关系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层次，这是最深的，还有这个绿色的叶子啊，嫩叶，然后还有后面比较浅的这些层次。等我们画完之后，可能还会整理，还会加一些更淡一些的层次。好，我们来安排一下这个枝干怎么出来，看从哪里出来比较好看呀？看从这个。来，从这个侧面出来好不好？要不就从这个下面出来吧。把笔洗一下，就是我画老枝干还是用这支画叶子的这支笔去画的。咱们把笔洗一下，然后笔肚里面是有一点水分的，但是你这样甩不下来，但是你捏它是有水分。来蘸一点点淡淡的墨啊，调进去，然后笔尖再蘸点浓墨，这样子去画这个老枝干。好，到这里来啊，让它有一点点这个，不是直接就下来，它会有一点结出来，它不是直上的。好，这边这一支，再蘸一点墨。好，让这里接上吧，这里可以有一些分支出去，再蘸一点墨。
啊，有一些小的这个参差的这些枝干。有主有次有参差，枝干我们先一笔墨画下去，然后后面我们再去整理。好，画完这一组枝干啊，这有主有次有参差，它才是更完整。然后我们整理一下枝干，整理的时候把笔弄干一点啊，就你不要太多水分，你把笔吸一下，吸一下水分，然后蘸一点这个焦一点的墨，浓一点的墨，不用把笔调得很圆啊，就是散锋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散一点点的时候，然后去整理一下。然后整理的时候，顺便这里墨不够的话，你就顺便可以往里加一点点，啊，加一些这个点进来，好，蘸一点焦墨进来。用这个比较焦一点的墨去整理。这一条的话就是上面的那朵花的枝干了。整理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有些家人没有整理，那个枝干总是飘在那里，不要让它飘在那里啊，要整理一下。好，整理之后这个枝干才会有质感一些，是吧？有变化。那我们调一点藤黄，调一点胭脂，画一下这个嫩芽。好，加一点藤黄，加一点胭脂。好，画一点，加一点小嫩芽进来。那这幅作品不是就完了啊？来，还要勾叶筋。这一组叶子画完之后，我们旁边还要画一朵花。今天晚上有花的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叶子勾一下叶筋。勾叶筋一定要用笔要干脆啊。一笔下来就下来了，不要犹豫，不要太浓了，加点水，我感觉这个都有点浓了。用笔要干脆一点啊，斜向一点点，不要太横向了，勾这个叶筋。加点水进来，就是淡一点的叶子，你就再加点水，让它淡一点。这叶筋不要勾得太浓了，勾太浓，你整个画面你就只看到叶筋了，就然后叶筋就跳出来了。六笔勾叶筋法在我们的基础里面都会有详细的讲解，在我们画作品的时候就没有说去很详细的去讲这个基础内容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买课程的朋友一定要把基础打扎实啊。六笔勾叶筋是什么呢？我们再来示范一下。
就是假如这一片叶子，我们中间一笔，中间一笔，然后这边可以2笔，这边1笔，然后一边1笔，这是6笔。一定不要，尽量不要平行，这个要错开，不要对着啊，这个和这个不要对着来画，错生的。像这一条，你中线可以往边一点，往边一点，这里就感觉它是一个侧面的叶子啊，有点侧面的这种感觉。这一片叶子怎么太浓了，有点深。好，然后后面的这个嫩叶啊，嫩叶咱们用胭脂来勾，嫩叶不要用墨去勾哈，用胭脂。好，嫩叶咱们用胭脂来勾。嫩叶不用勾的太多，大概的勾一下就行了，隐隐约约能看得到一点就行了。那我们在这里画一朵，这里画一朵，看一下画一朵什么样的呢？好，我们在这边再来画一朵啊，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。我们今天是按这个构图去画的，然后这边咱们再来画一朵，这边再画一朵，同色系的嘛，大家觉得同色系还是要变颜色的，画什么颜色好？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，好不好？咱们先来调一个底色，我们在这旁边再来画一朵绣球型的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个底色啊，不管画什么色系，我们首先还是要有底色的。浅黄色的好吗？大家说浅黄色的好吗？浅黄色它其实也是在这个同色系也挺好的，因为这朵花里面也有带一点点黄色。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朵，画一朵绣球型的。来，我们用这个藤黄、朱标，用藤黄、朱标，然后用这个曙红吧，或者是大红、曙红都行，用大红、曙红、藤黄、朱标、大红、曙红、胭脂。好，这幅作品的颜色没有写出来啊，以后像这些花多的，咱们就不写颜色了。好，咱们这一朵花的颜色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啊，藤黄、朱标，还有大红、曙红、胭脂啊，大红、曙红、
然后胭脂。好，我们在这个旁边这里画一朵。旁边这里画一朵花。好，我们调藤黄，先调藤黄，薄薄的调一层藤黄，调一层藤黄进来，然后调珠标。笔肚里面是有底色的，调一点大红、曙红。好，来，咱们画一个绣球形。这里滴了一滴水在这里，这里刚刚不小心滴了一滴水，再加点颜色，加点藤黄、珠标、大红。可以加一点点曙红进来。好，各种各样碎花瓣啊，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，加一点曙红。好，加藤黄。这朵花咱们没有写生，是直接画的。加点大红，加点藤黄。就是直接画，你要做到心中有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画。那我们肯定很多人都能做到了，我们很多的优秀的家人们都可以做到。来，加了底色之后，再加点藤黄。好，加一点珠标，加一点点大红，慢慢这个颜色会变浅一点啊，慢慢变浅。花瓣要有大有小，有一些这个长一点的啊，有一些这种长条一点的，也有一些圆一点的，各种各样的花瓣。可以沾一点点啊，沾一点点，笔尖沾一点点大红。来，再加一点底色啊，笔尖再加一点底色。来蘸一点点藤黄啊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珠标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蘸藤黄和珠标了，上面这里啊，就蘸藤黄和珠标就行了。这里画一些这个虚一点的花瓣，虚的花瓣就这么去点出来，再加一点底色，蘸一点点藤黄、珠标。哎，这一笔的颜色还稍微有一点点深了，有点深，我们来遮一下。
沾一点点珠标。好，这个虚的花瓣啊，颜色越来越浅。好，笔肚里面再来加一点底色，加一点底色，加点底色，加一点点藤黄，加一点藤黄，加一点点珠标。加一点珠标，然后越到底下，慢慢也可以再加一点大红色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藤黄，补充一点珠标。花的颜色一定要有层次变化，这个画出来才会有仙气飘飘的。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层次画出来，你那个花型画的再好，它始终就显得有点死板。所以我一直画的时候一直在强调大家，就是颜色的层次变化。花瓣的层次是什么呢？颜色的层次是深浅啊，深的一朵花至少有3个层次啊，一个深的，一个浅的，还有一个更深的，3个层次。然后它的这个花瓣的大小变化、颜色的深浅变化、物象的虚实变化，一定要掌握这个，你画的这个花才会越来越仙气啊。就是所以说把这个要掌握的话，一定要多看基础啊，把基础要打扎实。所有家人们，咱们基础课非常重要啊，基础课非常重要，每一位朋友都，每位在学习的朋友都不要觉得基础不重要，你一开始就去画这个作品，把地基打好了，这个后面的这个才会更扎实一些，不会坍塌。好，还是依次的去蘸这个颜色，好，后面再加一层。好，加一点点曙红。好，再来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珠标，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珠标，蘸一点大红、曙红。好，基本上现在可以画大花瓣了啊。这个小的这个碎花瓣，就画这么多。我们再画底下的大花瓣，我们又可以把底色再调一下，把底色再加一点胭脂进来，再调一下，底色调得更深一点点。好，我们来加一点3绿进来。好，我们来画这个大花瓣啊。笔上的底色是不一样的，现在底色更深一点，颜色还是一样的调啊，颜色是一样的调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调一点点胭脂进来，让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变化，加点胭脂进来。好，这里来一组。好，再来调深一点啊，调深一点点的颜色，像这些缝隙里面，我们就加深一点点，让它显得有层次一些。啊，这里可以带一些勾，像这些小小的花瓣里面啊。
好，加胭脂啊，底下的大花瓣颜色会有一些区别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花瓣。大花瓣的几种大花瓣，我们也会在讲基础的时候，我都会非常详细的去讲解啊。那我们画作品的时候就没有说把这个去教你画每一片花瓣呀。好，这个笔尖上的颜色有一点点不够均匀哈，看到吗？这一条啊，有一点点呈现，我们尽量不要让它呈现啊。现在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，然后还是一样调色啊，调这个藤黄、朱标，但是这个时候颜色调少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可以底下的花瓣有两种方式，要么一个是底色深，一个是颜色深，你可以把底下画成很深的颜色，就是调多一点藤黄啊，这些颜色所有的调的多的，调的深深的。一种方法就是把底色调深，它的颜色。好，这一朵的话，有一点点哈，在叶子后面哈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有一点在叶子的后面，在叶子后面这一部分要小心一点哈，要把叶子错开，把叶子放在前面，然后这个花来稍微深一点点啊，胭脂可以调多一点点，挨着这个前面这个花瓣的地方，颜色稍微深一点点。好，笔上现在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啊，加点底色，还是藤黄都少一点哈。现在颜色都调的比较少一点，但是要调胭脂，后面的花瓣要调胭脂。然后现在是填空啊，不够深啊，再多加点胭脂。填空的时候可以更深一点哈，胭脂。如果说你觉得胭脂太黑了，你可以加点藤黄，然后再去加胭脂，加点藤黄，然后再去加胭脂。填空的时候，这个缝隙里面可以更深一点点啊，更深一点点，这样子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好，这个花瓣可以出来。然后笔尖沾一点点胭脂。画这个的时候，我觉得要站起来啊。我现在坐着，有的时候坐着的话，你看不到它的花型的整体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还是要站起来画。好，再来沾一点胭脂。然后我们再调整花型啊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你比如说你现在看的这个花型是不是觉得不太好看？来加点藤黄啊，加点大红，加一点胭脂。试一下这一笔的颜色，颜色还行吧，再加点藤黄。再加点藤黄，加点朱标，加点大红。
好，然后我们再整理啊，整理它的外形，把底色调一下，把笔洗一下，然后调一下底色。这个就是一个绣球形的，它下面有一个裙子一样的。然后可以调一点点啊，加一点点三绿和胭脂，调一点点透一点的颜色，脏一点的颜色去整理它的一个外形。但是一定要调均匀啊。好，加一点点三绿和胭脂，调一个脏一点的颜色进来。啊，让花的这个整个的显得在阳光下很通透的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们要画出这种感呀。这个是一个绣球形的花型。然后后面觉得颜色太深了，你也可以把这个刚刚回笔的这个颜色往这后面回一点点也行。就是你看着这个颜色是脏的，但是你画进去，整个花会显得很透。里面也加一点啊，中间有的时候你挑一点点啊，挑一点点地方去加一点进来，不要每一个花瓣都加啊。这样它会显得有点像在阳光的这个照射下的一个透亮的这种感觉。我们要画出这个花的这个仙气和透亮的这种感觉出来，就这样可以了。这朵花那就比较球这里就没那么大，但是整个的话还是很大的，整个的话很大。好，我们加上这个枝干叶子，把这一朵花加上枝干叶子，看一下它从哪里出来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边哈。先看一下这边，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叶子，这个枝干怎么去安排它。你看这里，这边是这幅画面，这一边是多哈，这边是有3朵花，然后这边有一组枝干啊，有3条了，2条。然后我们这一组的话，这一朵花，大家说把这个枝干还是放到这里，还是放到哪里？是不是还放到这一堆呢？是绣球形，也叫银耳形吗？老师？对，绣球形跟银耳形它其实是一种类型啊。你看这个绣球形，它是这个是，假如说这朵，我怎么说呢？假如说我这个手是一朵花啊，这样子正着啊，这个是侧着嘛，假如我手是一朵花，那这样子它是正着就成了银耳形的，因为它侧着就成这样子了，明白吗？但也有绣球形是没有这个大花瓣，它就直接是一个球。它直接就是一个球，就是它其实就是多了几个大花瓣，你把它翻展过来，中间看它也是跟那个银耳形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这里有一点不够好看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改一下。这有的时候你画完之后，你再去看它的话，你再去看的话，有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。蘸一点底色，蘸一点颜色。就是我们要制造一个多少的对比关系。好，胭脂少了，再多蘸一点胭脂。
就是刚刚有感觉是有2条线在那里啊，有2条线在那里，所以剪的有点不太好看。我们把这个线给灭掉一下，把刚刚那一条线给灭掉。待会儿我们可能后面还会加花苞之类的，我们要先把这些其他的画完之后，我们再看情况。是的，我们要有多少的对比关系，要有聚散关系，所以我们这条枝干不能在一起啊。要分开啊，但是你不要从正中间出来。你看这一条纸，我们这里是折了一个中线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要从中线出来，往这边移一点点，跟这边不要在一起，隔一点距离，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这边多和少的对比关系啊，疏和密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来我们加点藤黄，加点三绿。加点藤黄，加点三绿，然后蘸一点猪标，蘸一点胭脂。我们还是一样，把它的这个嫩枝干先画出来啊。好，嫩枝干从花心正中间的地方，出来。好，这样子出来，稍微有一点弯度啊，不要直直的。然后我们刚刚把这个纸弄脏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弄脏的地方把它综合进去啊。好，这里出一支。好，三叉九顶。看一下哪里有叶子好，这里有一点平行，我们先把这2组叶子先画上，我们再来看情况啊。这我们国画不讲这个透视啊，就是我们要讲层次，层次关系，这个对比关系。一切的对比都是对比，这个画面你到处都是对比，没有不能有相同相等，我们要去掉共同性，画出对比关系。哪些是对比关系啊？你看这里3个和这里1个是对比关系啊，这里3支枝干跟这里1支也是对比关系。那这里叶子多，待会儿跟这朵花的叶子少，它也是对比关系，疏密关系，还有这个颜色的深浅变化呀。物象的虚实变化呀，还有整个画面的这个大空小空呀，你不能把这个4个角啊，这2个空都留一样大。如果说你万一留一样大，你一定要把这个空给破掉。好，来，我们把这个叶子加一下啊，叶子加一下，叶子还是一样的颜色。用这个前面调的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，然后。墨在这里，花青藤黄加墨来画叶子。好，墨绿色，笔肚蘸墨绿色，然后笔尖还是蘸这个浓墨啊，笔尖蘸浓墨画叶子。好，先把这一组画上。好，蘸点墨绿，然后笔尖蘸浓墨。好，让这个叶子让它有一些这种参差的这种关系。在这个后面啊。
这一组叶子让它多一点。好，然后这边。注意这一组叶子它是在后面，它在前面这一组的后边，注意这个前后关系。好，看这里还要再来一组叶子才行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组这个嫩叶啊，嫩叶我们还是用三绿藤黄、朱标，然后胭脂。好，后面还要来一组，再来一组。这一组叶子让它是嫩叶伸出来。哎，看得到吗？因为感觉这里少了一点。后面再来一些淡的层次进来，让这个密的地方让它更多一些，更密一些。然后咱们先把这个老枝干先画上，把老枝干把笔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，来蘸一点浓墨。好，这一条枝干就从这里出来。然后整理一下，好，这个就一条在这里就可以了。然后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去加一点什么，哪里还需要加东西的地方，我们还可以再去整理啊，整个画面还可以再整理。看一下这个整体的画面的一个空间感啊。叶子的话，现在有1、2，感觉还没有3，一组多。这个我们一直说画这个作品啊，大家这个整个作品要有个1、2、3啊，1、2，还没有3，我们要制造一个3出来，就是叶子的多少变化。好，我们要制造一个3出来，一个3在哪里呢？来，我们在这里加一点叶子吧，这个上面加一点淡淡的叶子。加淡淡叶子，你就笔上去蘸一下水，然后蘸一点墨呀，蘸一点水，蘸一点墨，那这样子就有这个白的出来，看到吗？是吗？你是说这个意思吗？笔尖去蘸点水，直接用笔尖蘸点水，然后笔尖再去蘸一点墨，这个就有这个淡的叶子出来。好，加一点枝干进来。好，再加一点啊，淡淡的叶子。然后我们待会儿还要看哪里还要加叶子。
好，这是上面这里，再来一点。这里我还想加一个花苞，这个上面没有花苞，我们可以加一个花苞进来，调一点3绿藤黄，主标胭脂。好，加一组这个小嫩叶出来。藤黄胭脂。像这些后面可以加一点淡淡的层次进来，淡淡的层次。啊，包括这里面啊。好，然后加上一个花苞啊，就随便用点什么红色之类的都行，黄红胭脂。好，这里就加上一个花苞，然后画面就有花苞了。枝干也有，枝干下面你有的时候你想来画一点点这个淡淡的叶子也行呢，就是有颜料，笔上多余的颜料你可以画一点点淡淡的叶子的层次。你看一下哪里需要画，可以画一些这个嫩叶啊。哎，看不见啊，移一下。好，这个干了之后，基本上就看不怎么见了，就很淡很淡的这种。好，后面的这种淡淡的层次，画完之后，这边可以撒一点水进来，让这个底下撒一点水进来。加一点点淡淡的叶子的层次也行。
好，然后这里还有一点点嫩芽没加。这里感觉这里有一点平起，这里破一下。现在看着这个这边的叶子稍微有一点点淡，你画完之后你再去检查。叶茎，把叶茎勾一下。这边还有一组叶子，现在我看这叶子有点淡，你画完之后觉得有点淡，还可以再加，把它加深一点，可以加覆盖，加这个实色去覆盖啊，三绿啊、三青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实色。好，这个一点点嫩叶，我们也可以用一点胭脂勾一下。然后我再看整体的这个叶子，感觉就是这片应该覆盖了这一片比较深，然后其他就感觉有点浅，有点浅，我们加点三绿来覆盖一下，好吧？加点三绿。这画完之后，你看整体画面，如果它的颜色整体够的话，就不用再去加了。三绿里面也是一样的，要加墨，弄点三绿，三绿它这个颜色是有覆盖力，然后再还是一样调这个墨，你去把这个颜色再覆盖一下。就把中间这几片啊，中间这一组，这样子叶子它又加了一个颜色上又加了一个层次。这个如果说你整体的画面没有接的浅的，就是这一步就不需要的啊。我们通常是没有这一步的，但是有画面它不是说一次，有的时候。你要后面你画完之后，你要看着整体画面去整理，感觉这个颜色它跟这一片，因为这里有一片这个颜色它会深一些，不然它那一片就会跳出来了。好，就蘸这个三绿，然后蘸墨，把中间这一组的叶子把它覆盖一下。其他叶子就是还是一样啊。这一组也来一下吧。就是你发现整体叶子淡了，你可以去这么去干啊。然后像这个地方啊，可以加一点浓的墨，这里感觉太浅了，衬不出来，加点浓墨进来。
缝隙里面加点浓墨，把这个画面衬的感觉这里它会更多，感觉这里面会还有更多的叶子。好，这样子叶子更深一点，感觉会更好一点啊，整个画面的叶子颜色层次会更明显一些。这幅作品就完成了，大家觉得好看吗？对，干了之后它会，因为刚刚我们调的那一组叶子可能就是调的有一点点浅，就是叶子调的有点浅，所以它干了之后就更浅了。所以我们调的时候还是调深一点会更好一点啊，调深一点会更好一点。来，这幅作品就完成了啊。